有福之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接下来讲的内容你得听懂，你可能会瞬间觉醒，请先花几分钟时间认真领悟。1995年，一个大块头的中年男人泰勒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抢劫了匹兹堡的2家银行。他没有戴面具或做任何伪装，在走出银行之前，他甚至还对着监控摄像头微笑。没多久就被警方抓到，并给他看了录像。他简直难以置信，咕哝着说：“我可是涂了果汁的呀。”原来泰勒以为把柠檬汁涂在皮肤上会让他隐身，这样摄像机就拍不到他了。最后警方的调查认为，泰勒既没有疯也没有嗑药，他只是很夸张地搞错了柠檬汁的隐形用法罢了。这引出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效应——达克效应。达克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无知且自信，是一种认知偏差，谜一样地认为自己所想所做都是诽谤的、正确的，但实际上挺离谱，经不起推敲和考验。一个人的觉醒从来不是空穴来风，一步到位，它一定会伴随着一些机缘，然后有进阶的先后顺序。很多同修在面临困难的时候，往往比以往更加渴望觉醒，但却适得其反。原因是他们意识不到，他们只是因为害怕面对痛苦，于是渴望马上被救赎，就像人溺水了，遇见什么就抓什么来当救命稻草一样，这本身就是在制造苦难。而想要真正的觉醒开悟，就必须要正确地认识它，根据它的规律来循序渐进。就像你想徒步爬到珠穆朗玛峰的最高处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走过泥泞，穿越低谷，越过山丘，最后才是目的地，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执着于瞬间登顶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性觉醒的顺序。第一阶段，别点愚昧之巅。在这个阶段的人的状态就像泰勒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蠢蠢的，嚣张跋扈，盲目自信，像极了那些控制欲强，总觉得自己所做是在为别人好的小可爱。这种情况下的主导者是潜意识。潜意识是埋在最深处，我们觉知不到的那部分，占比80%左右。荣格说，绝大多数人都在被他的潜意识操纵着，而这些人却称之为命运。潜意识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，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所种下的模式种子，养成的各种根深蒂固的认知、行为习惯等，它们就像一股巨大的牵引力一样，驱使着我们在不经思考的情况下做出错误或者正确的判断。就比如口头禅，很多人听别人爆粗口，自己也爆，潜移默化地养成了这样的表达方式，完全不知道自己为啥跟风，也不清楚养成这种习惯的好坏利弊，这就是在被潜意识所操控。正因为我们某一个时间段在这种认知低的情况下，不知不觉中造了不少恶业，让自己进入到各种痛苦侵袭、挫折接踵而来的局面，于是迎来了第二个阶段，B点绝望峡谷。
绝望峡谷也可以称之为灵魂的暗夜，状态是拧巴的、纠缠的、混乱的、绝望的，一头扎进深不见底的黑暗。我们像抑郁了一样，看不到出路，痛到不能自已，好像所有事情都无法预料，也改变不了，对什么都无能为力。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这一切，竟然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，我是不是错了？开始质疑自己过去的盲目自信，意识到对某些事情可能判断有误。这种情况是原认知在主导。当一个人发现了自己是井底之蛙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启动了原认知。原认知叫做知道自己不知道。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？当你给自己打分的时候，就启动了原认知。你看到了曾经的你，其实只活在了情绪的迷雾之中。你终于明白井底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你开始用第三方视角来重新评估自己了。你看见自己画地为牢的模式，看见自己经常迷失在小我的恐惧之中，对生命有了进一步的探索。于是人生迎来新的拐点，穿梭到 C 点，开悟之坡。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在认命模式，几乎是随波逐流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我们有了觉察，觉知到了自己的一叶障目。为进入第三个阶段，沉浮醒悟做好了铺垫。沉浮意味着我们不再不经醒察的一个劲蛮干，把自己撞个头破血流，也不再执着于要改天、改地、改变别人，而是真正的醒悟到自己就是改变不了别人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就是无法逆转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臣服。臣服所有的发生、发展、结局。只有把放在改变不了的事情上的精力收回，你才会有多余的精力用来淬炼升华自己。你越来越清晰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，而是活出属于自己最宏伟的生命版本，彻底臣服于生命的洪流。你会发现，不用力去对冲外界，自己反而平静下来，解锁了新的力量，恰巧和大我进行了一场极致的共振。你开始知道自己知道了，你非常笃定，痛苦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宝藏。当你勇敢面对，选择去挖掘绝望之中的希望的时候，那么希望就会像甘泉一样涌出，无限地润养你。你不再单一地把苦难定义为是灾难，是倒霉，是命不好，而是生命对你的照亮，是点拨，是驱动你觉醒开悟的引擎，是来成就你的。由此你得以释怀。那开悟之坡由什么主导呢？是心语，也亦可称为来自灵魂的声音，指的是在某个时间节点，脑子里忽然没来由地冒出一个念头，一个莫名其妙、天马行空的，但是却令你兴奋的一个 idea， 一个直觉，一种召唤，一种动能极强的灵感喷涌而来。这就是心语在向你发出召唤。而从 B 点跳到 C 点需要经过天启，所谓的天启就是信仰一跃，置身一跃，
去面对那个不确定性，去听从那个好像有点玄乎的心语。用我们老祖宗王阳明的话叫做致良知，你要听从心中最本源的那个非常高维的真善美，一个积极坚定且能量饱满的声音在跟你说，这件事情不要做，那件事情要做，然后你会发现越做越爱，不仅每天都在成长生发新的智慧，也共振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道友一起前行，还顺带地收获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金钱的嘉奖，何其美好！我想对你说，请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成长节奏，按照你能接受的节奏来就好，无需攀比，也无需羡慕，因为你本来就很美好，是独一无二般的珍贵。当神性从你的内在觉醒时，你便能领悟，自己不再仅仅是这样一具身体，而是内在高我。内在高我就是人内在的神圣意识。当你跟随这个内在指引来生活时，你就能建立和平、喜悦、富足、健康的良性循环，开启精彩的下半生。那么怎么才能主动连接内在高我，接收到神性的指引呢？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接下来的影片有点长，如果你能耐心地看到最后，一定能让你感觉到内在神性觉醒的力量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01，什么是内在高我？为什么有人在生命中享尽了欢愉，达成了目标，身旁也不乏关心和喜爱自己的人，但内心深处仍觉得空虚？为什么有人试图用成功、名声、朋友、头衔、地位、财富、享乐等来填补空虚，却仍徒劳无益？为什么有人在亲朋好友的围绕下，仍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了解他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是我们与神的疏离。我们经常用神这个字，但对不同的人来说，神所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。其实我们可以将神定义成为更高层次的神圣自我，较高智慧或较高意识。我们以为神不过是个名词，是书中的神话故事，一点都不真实。事实上，神是我们的父亲、母亲、朋友、源头，但因我们与他分离，所以觉得自己像个孤儿，没有神的指引与爱。我们确实是孤儿，与神分享导致了人的深沉孤独感。我们常困惑于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该做什么决定，该如何采取行动。采取行动之后，我们也经常后悔。当你请求别人帮助时，倘若对方也处于冲突状态，他的建议与指导往往让你产生更多的冲突与混乱。当神性从你的内在觉醒时，就称为内在高我或内在神。内在高我就是人内在的神圣意识。当你以这个内在指引来生活时，就会建立起平静与智慧。如果你可以与内在高我连结，过着受到内在指引的生活，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将会变得全然不同。02，
为什么要连接内在高我？智者曾经这样举例：你看过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行，却和谐的像只有一只鸟在飞吗？如果看过，你会知道其实群鸟只有一个意识，而且每只鸟都会跟着鸟群的整体意识，纵使途中有一两只脱队，它们也会再度跟上，融入群体。如果你是其中一只鸟，那么全部的鸟形成的整体意识就是内在高我，也可以称为神或较高智慧。当你的内在高我觉醒了，就代表你是与整体已经连接。人类意识的总和远远大于个体意识，那个整体意识的总和可称为神或宇宙意识，也就是所谓的内在高我。如果连接上内在高我，而且能与内在高我对话，那你就能跟随整体意识或神圣意识来生活。内在高我是你内在的指导，也是你至高无上的朋友，它可以从你的最高利益、最高目的和最高善来引导，保护你。当你的内在高我觉醒时，你会很精确地知道如何回应生活里的每一刻，你踏出的每一步都会得到指引。你可以信任这个指引，它会全然如实地接纳你的样貌。一般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、生活教养与生活形态都不允许人去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多半都相当压抑，以至于很难连接内在高我。而一旦你接触到自己压抑的情绪，一旦你邀请内在高我与你全部的心完全同在，内在高我就会以他所选择的样子成为你的样子。从内在觉醒，连接内在高我是人类的自然状态，就像呼吸和消化一样自然。远古时期，每个人都能与自己的内在高我接触，即使是100年前，非洲部落的人也能跟内在高我直接沟通，生活非常美妙。想与内在高我连结，你只需发自内心，带着深刻的情感、怜惜感和欢喜的感受去邀请它，它便会从你的内在觉醒。这并不难，但你以为很难，而且对觉醒有各种错误的认知。其实内在高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不批判你，也不谴责你，只希望你能带着情感与联系感去邀请他，如此而已。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名称描述这股力量：宇宙意识、能量、智能、大我、大自然、神等等。你如何称呼它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与这股力量连结。当人与这力量连结时，人类的新纪元就到来了。03，如何与内在高我连接？与高我连结，首先清晰度是最重要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想从较高意识那里得到什么帮助？这些你自己都得非常清楚。许多人常常不确定自己要往哪里去。比如说，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那么你的成功是什么？用最清晰、具体的语言描述出来，说出来，并且在你的头脑中与清晰地呈现这个成功的画面和成功的感觉，较高意识也才能真正接管，帮助你
第二是请求高我或者神介入时，具有内在诚信，也就是动机真诚的人能最快受到帮助。所谓真诚，并非对外说起来好听，而是它是不是你真正的需求。德里有个相当著名的脑神经外科医生，他每次进行脑部手术时，都会祈请神来帮助手术顺利。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有次一位年轻男士因为意外事故造成脑部损伤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手术后，病人的身体动都不动，即使在预定的时间过后还是没动，这让他非常惊慌。所以他带着强烈的意图与较高意识连接，并且不断地诚心祈祷：神啊，他的妻子将成为寡妇，孩子会没有父亲，所以帮帮忙吧。但病人仍然没有反应，他感受不到连结。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并不真诚，他终于明白自己真正的恐惧不在病人，而是因他的自我中心而起。在他的辉煌记录里，这次失败的手术将成为一个污点，而他一点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当他真正面对自己的自我中心，并看到他的不安全感其实远在于对病人的关切，当他与自己的真相在一起，并与较高意识连结时，奇迹发生了，病人开始动了，手术最终是成功的。因此，如果你希望与较高意识强烈的连结，就必须非常真诚。如果你很真诚，它就会发生。你为什么想要？想要什么？写下来，尽可能写得清楚明确。不管你要求的是什么，都要去看见原因。是你需要证明给别人看，还是必须证明给自己看？这样可以让你觉得比别人优秀，或者这样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。不管理由是什么，都要真诚地对待它。你越真诚，得到的帮助就越大。因此，内在诚信就是第二步。第三步是付诸行动去祈求。我们时常在生活中遭遇问题，却不去连接较高意识，并真正地发出祈求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期待，高我也无从帮你。祈求时必须感受到你已经真正得到，已经拥有它了，但并非感觉你即将在明天拥有它，而是要抱着愿望已经实现的那种感受。最后一步是表达感恩之情，感谢就是不抱怨，无论如何都没有抱怨。你必须进入这样的感谢状态里。与较高意识连结时，可以依你的文化、宗教信仰或你对神的概念，以自己习惯的方式祈请神。感恩时，你可以列出高我帮助过你的每件事，然后一件一件地表达你对高我深深的感激。感恩是灵性成长的关键要素。当你感谢神时，会发现与高我之间有了连结。如果遭遇困难时祈请了高我，并得到帮助，你就会明白，是的，我的心思被听见，我的祈祷得到回应了。然后，你与高我之间的连接就会增加。你知道如何与高我联系，也知道高我会回应你，而他的回应形式可能是你的思想、直觉或其他清晰的声音。
然而，高我给予的指导和建议不一定是令你每时每刻都随心如意的。比如，你乘着小船游弋在亚马逊丛林的河流中，河水平静，两岸景色宜人，你的船顺流而下，你在船上闲适的昏昏欲睡。此时，你的高我在这丛林远远的上方俯瞰着这一切，突然他对你发出指令，让你立即上岸，拖着船穿过丛林，走到河的下游去。你很不情愿地上了岸，拖着船在热带雨林里穿行，道路泥泞艰难，还有野兽的骚扰，让你抱怨不已。当你走过丛林，走到河的下游，你才赫然发现，你躲过了一个100米落差的瀑布。如果没有听从高我的引导，你的船会载着你舒舒服服地从瀑布上跌落而亡。高我就是这样的，从生命的更高层面为你提供富有远见卓识的、符合你的最高利益、最高善的和最高目的的指引。如何能确定那不是来自你的头脑或者小我，而是高我的声音呢？如果是来自高我的声音，你会有非常好的感觉，尤其是心会感到温暖、平静和笃定。你不会听到来自高我的评判、责备、抱怨甚至赞赏，你也不会有恐惧、愤怒、愧疚等等这样的情绪。如果有，那就是你的小我跳出来的反应，之后祈祷应验了，你便知道，是的，这来自我的高我。你就会有信心和觉察，而随着信心与觉察的增长，小我就不再干涉了。只有当你缺乏信心时，小我才会跳出来。从此以后，与高我对话就如同和平常人交谈一样，你就是可以与高我这么亲近。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而且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生活中达成。如果你已经有了以下19种表现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开始受到了神性的指引，进入顺流的长河，驶向奇迹的彼岸。对照看看你有了多少。1. 你明白自己来到地球的目的，你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。毫无疑问的，也许你辞去工作，开始新的职业生涯，回到学校，甚至搬到了世界的另一端。你不再适应旧模式，同时释放了旧的思维方式。2. 你的精神与身体具备更多的光，有很长的时间，你会感觉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活跃。你会积极，更具灵感和振奋，这是因为你终于以感恩与幸福的方式接受你真正的高我。这可能是你最近从疾病中奇迹般的恢复。此外，你会发现自己吃健康、营养的食物，并吸引了积极的震动和积极正面的人到你身边。3. 事情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快。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或想要实现某些事情时，会显化得更快。在你身边的偶发事件可能是宇宙向你发送信息的方式，它可能以电影、书籍、关系或梦的形式出现。4. 你吸引了你的灵魂伴侣，你找到了需要被发现的人，你的灵魂家族，即使你只是刚刚认识这些人，
你也会感觉你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。他们经常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正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。5. 你能与自己和谐相处，你有信心成为你所说的、做的、想的一切都与你内心的自我和谐相处。你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。6. 你可以掌控、欣赏自己的情绪，你能感觉到你的感受，停止在情绪上贴标签，并且你会培养你的情绪与他人的情绪。7. 你不再以破坏性的方式寻求关注，你爱你自己，你了解因为别人爱你，所以你必须爱自己，照顾自己。8. 你不再扮演受害者的角色，你抛弃了受害者的心态，明白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由自己创造的。你不再责怪别人的错误或外界的压力，而是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负起责任。此外，你知道如何感谢你已经拥有的。9. 你感觉到与所有的生命连结，你理解所有的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你明白，你与一棵树、一只动物都是有共通的能量。10. 你使用能量治愈自己，你不断地使用能量移除阻碍你身体和心灵的东西，你能保持身体健康，并在地球上显化你的订单。11. 你不再在乎别人如何看你，你是如此的自信，人们对你的看法再也无法影响你、动摇你、操控你。你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，你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12. 你让自己的真我引导你，当你欣赏并容忍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时，你让你的真我引导你做出正确的决定。13. 你不再有恐惧，你将成为一个没有恐惧的人，不再担忧、焦虑、烦恼生活中的各种问题，因为随着你格局的飙升，这些问题都消散了。你永远活在欢乐和阳光里，笑口常开。14. 你不再崇拜任何上师，包括比上、安求密在内，你都不再崇拜。相信，跟随，因为你已经完全跟随了自己的内在，你完全看清了那条属于你的道路。15. 你信守承诺，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不朝令夕改，不用谎言来掩饰假我。16. 你的情感关系健康和谐，因为你已经完全与自己和谐相处，坦诚相见，所以这也能很好地反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。17. 你的生命充满热诚，你的生活可能在之前可能是沉闷的，但现在却充满热诚，每一天都你觉得精力充沛，活力满满，健康、快乐、高能，势不可挡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。18. 你传播光和爱，当你自身已经成为爱的光球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会自动传播光和爱，带给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你已看清真相，明白你爱着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也都爱你。19. 最终，财富一定会蜂拥而来，你赚钱的方式是你做梦都没想过的，你显化了一个内在丰足的状态，
它会反映到你的全息现实中，你不再从他人那里吸取爱、允许和欣赏，你自己就是源头。幸福是你内聚之物，你理解金钱及能量，与其他物一样，也是由意识所成。你享受金钱的丰足，并运用这种丰足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更和谐的现实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神性觉醒。愿你内在神性建立连接，获得无尽的智慧与平静，迎接丰盛富足的生活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